儿媳坐月子，我给她订了8万的月子中心，还早早准备了1000克金条作为奖励。无意中却在网上刷到了她的吐槽贴，婆婆只知道给钱，从来不肯出力，把我送来月子中心，不就是想偷懒吗？一大把年纪了，成天啥活不干，瞧那一家子把她给惯的，还到处显摆说要给我1000克黄金，看把她给弄的。这个家里的钱以后反正都是我们的，我才不稀罕。我冷笑着把金条放回了保险柜。既然你不稀罕，那我就自己留着个。儿媳一进门，我就隐隐地感受到了她的敌意。尽管我从一开始就在想着尽全力做个好婆婆，依儿媳家的要求，给了58万8个彩礼，花80万首付了一套婚房全部装修好，又给买了钻戒5斤。但儿媳显然并不怎么领情，觉得这一切都是我们该做的，对我很冷淡。我虽说心里有点不适，但也没有表示出来，毕竟以后日子是他们小两口过，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。婚后不久，她就怀了孕，全家都非常高兴。我更是想着法子给她送海参、燕窝、鱼胶等各类补品，她照单全收，却表情淡然，从不言谢。我以为她性格如此，也没放在心上。她生产那天，我们一大家子早早的去了医院，候在了产房外。经过几个小时焦急的等待，产房里终于传来了婴儿的哭声。护士抱着宝宝出来，说是个大胖小子，大家都很高兴。我把儿媳送去花了8万块订的全市最好的月子中心，住进了 VIP 套房。等一切都安排妥当，月子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为了便于管理，只需要1个人陪护就可以了。儿媳要亲家母陪护，我们也就放心的回了家。一回到家，我就从保险箱里拿出了1000克金条，准备第二天去月子中心探视的时候就送给儿媳。当天晚上，我兴奋的睡不着，索性躺在床上刷起了手机。一个宝妈吐槽婆婆的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婆婆一天就只知道花公公的钱，逛街、做美容、旅游，偏偏我老公的爷爷奶奶还有我公公都很宠她，真不知道这种好吃懒做的女人宠来干什么。关键是她公婆那么宠她，她怎么就不有样学样呢？我今天生宝宝，她把我送来月子中心，不就是想偷懒吗？一大把年纪了，成天啥活不干，都是那一家子把她给惯的，还到处显摆说要给我1000克黄金，看把她给能的。这个家里的钱以后反正都是我们的，我才不稀罕。月子中心1000克黄金，这里的婆婆难道说的是我？我点开了贴主的主页，仔细确认正是儿媳。她主页里还有一篇帖子，也是关于我的，写的是她刚结婚不久的事儿。全家一起去饭店吃饭，吃完回家的时候，她不就是拿了下打包盒吗？一个个都抢着帮她拿，什么人呢？拿个打包盒就能累死她了。我是新媳妇，怎么全家都围着她转？我想了想，她说的应该就是那一次，我们全家出去吃饭，菜点多了，有一盘铁板牛肉几乎没动过。我让服务员送来打包盒，把牛肉打包好，拎在手上准备带回去。一旁的婆婆却一把抢了过去，怎么能让美女拎上菜呢？影响你形象。老公笑着从婆婆手上接过饭盒，妈，也不能影响你的形象，让我来。公公点头，这就对了嘛。我们几个在那里说说笑笑的走在前面，儿媳却翘着嘴巴，脚一跺，转头就走。和他走在一起的儿子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喊了好几声他也没回头。我这才意识到不对劲，回头看到了儿媳怒气冲冲的背影，忙让儿子去跟上他。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还以为是儿子怎么惹他不高兴了呢。看了这篇帖子才明白，他这是跟我在置气，认为我抢了他的风头。其实他根本不懂，融洽和谐的感情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的。公婆和老公之所以这么宠，是因为当初老公创业失败的时候，我变卖了金首饰，回娘家到处借钱，坚定的陪伴在他的身边，才让他有了2次创业的机会，重新走上事业巅峰，身家好几千万。我对公公婆婆也是像孝敬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。老公事业不顺的时候，偏偏婆婆腿部骨折躺在床上大半年，公公脑血栓住院。为了让老公专心事业，我辞职回家，全身心服12老。他们的身体在我的贴心照顾下终于逐渐康复。后来老公的公司走上正轨，家里条件一天比一天好，他们说啥也不让我再劳累，家里请了保姆，公婆更是把我宠的就差给我喂发了。
老公不仅大把的给我买金首饰、大牌包包，还把家里的财政大权全部交给我，让我安心在家享福。每天就是美容、逛街、买。我以为我过得幸福是给儿媳树立了好的榜样，没想到花没塞成，竟在她心里扎下了刺。有人在这篇帖子下面评论：你是在嫉妒你婆婆吧？她追着别人骂，呸！我嫉妒她，嫉妒她年老色衰，还是嫉妒她当寄生虫？看到这条评论，我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。年老色衰、寄生虫，竟然会有人这么恶毒的攻击自己的婆婆，而且还是一个对她花钱毫不手软的婆婆。我又翻回了第一篇帖子，这篇帖子的热度很高，下面已经有了100多个评论。有个叫清风拂柳的和儿媳互动的热火朝天，他说最讨厌这种婆婆了，把自己当娇妻人设，啥也不干，只会围着公公转，花钱怎么了？又不是她赚的。儿媳马上附和，对，不愧是我的好闺蜜，和我想到一块了。清风拂柳又回复，她还在唱老黄历呢，现在儿媳妇多金贵啊，好多女人都不愿意生孩子呢，还遇上你这样的儿媳，就应该好好捧着。儿媳听了这些，自然是十分受用。这儿媳一边的评论还不少，现在的婆婆钱也得出，力也得出，这才是好婆婆，身体好好的，凭什么做甩手掌柜？可别惯着她。儿媳对这种评论很满意，就像是遇到知音般，回复道：就是，别人婆婆都把儿媳伺候的像个宝，她就只知道拿公公的钱充大方。又有人显摆，我婆婆从我怀孕起就住在我家，给我每天煲汤都不带重样的。儿媳羡慕的回复：啊，你这是哪里找来的神仙婆婆？怎么我就没福气碰上？我简直被她气笑了。原来8万的月子中心和1000克黄金抵不过几碗汤。诸如此类的评论，儿媳都回复得很积极，但也有很多不赞同的声音。天哪，拿钱砸我吧，我就想要这种婆婆。1000克黄金70多万啊，你不要，我要，你就知足吧。这么肯花钱的婆婆，要是我，恨不得天天给她早晚请安、拎抱、按摩。对于这种评论，她都气势汹汹地对回去，给那点钱就想在我面前显摆，想让我对她感恩戴德。做梦，等着吧。我出了月子中心，她要是不来帮忙带孩子的话，那以后我是不可能给她养老的。他们就只有我老公这么一个独生子，钱和金条、房子反正早晚都是我们的。1000克金条就让你们这么激动了。我公公家大业大，这点黄金我才不稀罕。儿媳一直以来都对我冷冷淡淡的，我以为是她性格如此，不会说话，不会讨人喜欢。现在看了这些，我终于明白，她根本就不是不会说话，而是根本就看不惯我，讨厌我，想用冷漠来拿捏我。她根本就不明白，世上所有美好的感情都是双向奔赴的。既然她对我如此憎恶，那我也无需热脸去贴冷屁股了。我冷笑着把金条重新放回了保险箱。既然你不稀罕，那我就自己留着个。第二天，我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和老公一起去了月子中心。我们轮流抱着宝宝，左看看，右夸夸，就是不提金条的事儿。儿媳冷着脸躺在床上，时不时的瞟向我。我只要一碰触到包包，她的眼神就微微一滞，以为我会从包里拿金条出来。只可惜，直到走出房间，我都没提关于金条的一个字。身后，我明显感受到了儿媳失望、恼怒、怨恨的眼神。晚上，儿媳又发了新帖，她显然很气愤。我婆婆就是骗子，什么狗屁金条，今天提都没提这话，连个黄金的影子都没看到，她还有脸来看宝宝，说话不算话，当的哪门子奶奶，就是骗我生孩子，给我画大饼。现在孩子生了，她就翻脸不认人，金条不肯给，活不肯干，我要这样的婆婆干什么？那个叫清风拂柳的闺蜜立马站出来替她叫屈。你婆婆真的是太过分了，这不是过河拆桥吗？说好的黄金不给，什么意思？你运气真差，怎么遇上了这种婆婆？对这样的婆婆必须反击，让她后悔。这回网友大部分都站儿媳这边，不断有人给她支招，以后不许她看孩子，不许孩子喊她奶奶，要老公直接找她要，不给就让她脱离母子关系，让孩子跟你姓，保准他们会气死，哈哈。儿媳似乎拥有了一个智囊团，很受用。对，就得这么干，到时候就说是她自己先食言，看公公不得骂死她，爷爷奶奶这回肯定不会再惯着她了。这回啊，她乖乖把金条送来还不算，我还要她道歉，否则
孩子就永远跟我姓。儿媳简单，有点得意忘形了。有人好意提醒她，当初他们给彩礼了吗？如果给了彩礼的话，一般都跟男方姓吧，还是不要做太绝了，一家人一旦出现裂痕，很难修复的。有话好好说，别太闹僵。儿媳看到这些人就来气，毫不留情的对道，给彩礼又怎么了？谁家结婚没给彩礼？就他们给的那点彩礼，还不够我婆婆买几个包包，修复个屁！这种窝囊气，我可咽不下去。闹僵了又怎么样？儿子是我生的，我有惯性权。还有人劝，孩子跟谁姓，可以好商好量，不要太做绝，到时候万一老公跟你闹离婚就麻烦了。儿媳，闹离婚？我老公他敢？看样子儿媳对自己掌控老公的本事很得意。我老公对我那是百依百顺。由于家庭氛围长期熏陶，我儿子跟我老公一样，是个很重情重义的人，尤其对自己爱的女人关心备至，温暖体贴。但他选女人的眼光，比起他爸来，那可就差远了。儿媳家境普通，和儿子是大学同学，长得漂亮。当初儿子追她，花了好一番力气。他自认为儿子对他情根深重，所以在他面前都是趾高气昂。有的女人对于老公的好会投桃报李，有的女人却把老公的好当作好欺负、好拿捏。儿媳就是后者。晚上，老公问我，怎么今天没给儿媳黄金？是不是准备等她出了月子中心，回家后再给？我把儿媳发的几篇帖子都给老公看了，告诉他，儿媳生的孩子可能不跟你姓哦。老公皱着眉头看完帖子，大怒，当即就打电话把儿子叫了回来。儿子一进门，老公就把手机扔给他。陈有康，看你花50多万彩礼娶回来的都是个什么东西？不敬长辈，没教养。儿子看着帖子，脸一阵红一阵白。爸妈，你们别生气，娜娜也就是在网上发泄一下，她不会真那样做的。又对着我道歉。妈，我真不知道娜娜在网上这么说您，她可能就是刚生产完，情绪有点不稳定。我苦笑着把头扭向了一边，老公沉着脸。陈有康，我可丑话先说在前头，我家的产业只有姓陈的子孙才能继承，你老婆要是胡闹，那就让她自己看着办。儿子急着辩白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爸妈，她应该就是。话音未落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正是儿媳。只听儿媳在那头高亢的嚷道，陈有康，告诉你，我下午已经让我妈到给宝宝上户口了，名字就叫崔斌。崔斌，儿媳正是姓崔。老公气得胸口剧烈的起伏着，他一手捂着胸口，一手哆嗦着指着儿子，好啊，你们。老公有心脏病，看他这样子，我吓得赶紧拿出速效救心丸给他服下，他才慢慢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儿媳还在那边得意，你妈以为有钱了不起啊？有钱就可以随便捉弄人？告诉你，我人穷志不短，我儿子就得跟我姓。儿子气得变了脸色。崔娜，你太过分了，你赶紧去吧。儿子话还没说完，突然身后传来咚的一声，我们转头一看，是公公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，听到了，气晕在地。我们大惊失色，急忙叫来120，手忙脚乱把公公送去了医院。急救室外，婆婆对我抹着眼泪，这个娜娜跟你真是没法比呀，老头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老公阴沉着脸对着儿子道，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，娶了这么个女人进门，哎。儿子很难受。爸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他的手机铃声又尖利的响了起来，儿媳在那头叫嚣着，陈有康，你赶紧给我回来，以后不许去你妈家。儿子终于忍不住了，脸色铁青，对着手机大吼道，崔娜，你闹够了没有？爷爷被你气住院了，他要是有个好歹，我跟你没完。说完挂了电话，关机。他随即走去了楼道的尽头，背对着我们站到了窗边。我跟了过去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他转过头，眼里竟蓄满了泪水，哽咽着，妈，这回爷爷要是出了事，那我就是罪人。我叹口气，安抚他，没事的，别担心，爷爷一定会没事的。他努力抑制着眼里的泪水，抿着唇点点头。其实我的内心何尝不煎熬，万一公公这回真的出了事，我也难以置身事外。3个多小时后，急救室的门开了，因为抢救及时，公公终于脱离了危险。我们全家都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医生说，公公刚脱离危险，需要休息调理，在医院还要住几天再回去。我让老公带婆婆先回家休息，我和儿子在医院陪着公公。公公一整晚的情况都很稳定，睡得很好，我和儿子则在边上的陪护床轮流休息。一大早，老公就和保姆一起带着锅熬好的粥和1笼包子、几个鸡蛋来了病房，招呼着大家吃早点。公公虽然身体无碍了，但情绪还不怎么好，老公宽慰着，爸，您别急，
我的家业只会给姓陈的继承，他非要那样干，就后果自负。儿子也表态。爷爷，我会回去说内娜的，要他赶紧去开。公公却指着我，对儿子道。我不管，反正不能让你妈受委屈了。又对着老公道。你老婆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，谁也代替不了她的位置。听到这些，我的眼圈忍不住红了。爸，公公朝我点点头。别说了，爸知道你是个好孩子。正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月子中心打来了。林女士，您儿媳现在情绪失控，大吼大叫还砸东西，请你们家人赶紧来疏解一下。老公厌恶的蹙眉。他又在那闹什么？儿子急忙道。我去看看。我收起手机，站起来。我跟你一起吧，她毕竟是产妇，注意言辞，不能过于激烈。你……老公担忧的看向我。我陪你去。我微微笑着。不用，老公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跟她闹的，咱人去多了反而不好。老公合手。也好。到了月子中心，还没进到房间，就听到了里面传来的儿媳崩溃的大哭声。房门半掩着，只听到一个年轻女子愤愤的在那里火上浇油。陈有康真是过分，这么好的老婆都不珍惜，还给你气手。又听到亲家母尖利的声音。哼，这一家就是仗着有钱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儿媳嚎哭着附和。他竟然敢吼我，呜呜呜！他忽然又对着亲家母吼道。还不是你，非劝我嫁给他。当初我要是嫁给周永江。亲家母慌忙道。哎呦，你要死啊，这话可别被人听见。那个姓周的就是个穷鬼。儿子听到这里，脸色已经铁青。我朝他摇摇头，稍稍站了会儿，等里面的人话音停住了一会儿，才推门进去。儿媳看到是我们，顿时收了哭声，昂着头，拉着脸，不出声。她边上站着一个穿粉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孩，倒是喊了我一声阿姨。我点点头。亲家母没好气的看了我一眼，对着儿子就是一通输出。陈有康，你还知道来呀？昨晚一晚上电话关机，娜娜打了你几十个电话，愣是一直哭到现在。小柳这个闺蜜都比你上心，一大早的就跑来劝她了。原来那个女孩就是儿媳的闺蜜小柳。闺蜜小柳，会不会她就是那个清风拂柳？我忍不住打量了一下她，却看到她悄悄给我递过来一个示好的微笑，这表情不像是很讨厌我呀。儿子平息了一下胸中的怒气，走到儿媳身边，弯下身子温声道，娜娜，幸好爷爷现在没事了，你别再任性，赶紧把孩子的姓改过来。改。儿媳立马像一只开战的公鸡，来了精神。她拿出户口本，得意的亮给我们看，看清楚，我儿子姓崔，我凭什么要改？我儿子跟我姓，有什么错？儿子仍在劝她，娜娜，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也得跟我商量商量，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亲家母索性把话说明白了，你妈说好的给千克金条，现在呢？金条在哪？想装傻，把我们当猴耍吗？儿媳憋着气不说话，用狠厉的眼神瞪着我。我淡淡一笑，在沙发上坐下，因为她不配。儿媳和亲家母闻言脸色大变，我不待他们发作，就掏出了手机，对着儿媳扬了扬，你不是说你不稀罕吗？儿媳见状脸色一凝，眼神有了些许慌乱。你，我淡定的道，是啊，我都看到了，好吃懒做，寄生虫，这就是你对我的评价。那么我凭什么还要给你黄金？是要奖励你骂得痛快，骂得爽吗？儿媳把求助的眼光投向小柳，小柳讪讪的陪笑对我道，阿姨，可能是个误会吧。亲家母此时站了出来，不以为然的道，网上不就是发泄的地方吗？她只是说着好玩的。亲家母，她现在情绪不稳定，你别跟一个产妇较劲，到时候万一没了奶水，就不怕饿着你孙子。我还不知道，原来骂婆婆是可以闹着玩的，这就是你们家的家教呀。亲家母被我的话噎住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儿子阴沉着脸，娜娜，赶紧向妈道歉。儿媳又昂起来了头，要我道歉，她自己说话不算数，倒还要我道歉。陈有康，你当我是软柿子呢？儿子的眼神狠支起来。小柳凑过去，柔声道，有康哥，你别生气，娜娜这会儿只是在气头上。儿子没理他，对着儿媳低吼道，你赶紧把孩子的姓改过来，否则……儿媳像被人踩了尾巴一样，暴跳着吼道，否则怎么样？你敢提出离婚？你敢提，我就敢离。亲家母也高傲的对着儿子道，小陈啊，娜娜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要真提了离婚，那她可就是9头牛也拉不回来了。我朝儿子摆摆手，算了，儿子，孩子姓不姓陈无所谓，
既然她那么憎恶我这个婆婆，那我和你爸还有你爷爷奶奶以后也不会过多介入你们的生活，你们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吧。说完，我站起了身，朝门口走去。快到门口的时候，又回头对着儿媳道：我们陈家的家业只会留给姓陈的子孙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儿媳气鼓鼓的白了我一眼，仍不为所动。我指指儿子，反正叔伯是一家，你伯伯叔叔家还有好几个孙子呢，以后等你爸老了，从他们中间找一个当继承人也没问题。儿媳这才有点慌，亲家母忙着上前：亲家母，你这话可就不对了，叔伯家的孩子哪能和自家的孩子比？我冷笑，至少他们姓陈。儿子也朝门口走来，对着儿媳道：我也先回去了，你自己冷静冷静，好好想清楚吧。儿子跟我一起下了楼，神情恹恹的，拧着眉。我宽慰他：儿子，你千万不要和他吵，只要你们一家三口过得好，那些事儿都不必放在心上。现在你已经是父亲了，要多为孩子着想。他眼眶微红：妈，对不起。我笑：傻孩子，妈只希望你幸福。走到楼下，儿子让我在路边等着，他去把车开过来。我等了一会儿，就看到那个小柳急急的从楼上下来，走向我。他一路小跑着来到我面前，气都没喘匀。阿姨，我还以为是我刚才掉了什么东西。他急着给我送来，忙问：哎，怎么了？小柳稍稍平息了下呼吸：对不起，阿姨，刚才当着娜娜的面，我没好意思说什么。其实娜娜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您这么好的婆婆，她都不知道珍惜。我愣住了，本以为儿媳那么憎恨我，她的闺蜜多少对我会有一点我敌意，没想到这个小柳真是不按常理出牌啊。她又开始吹彩虹屁：阿姨，您的皮肤好好，身材也保持得这么苗条，又时尚年轻又漂亮，真不知道娜娜是什么眼光，还总跟我说您俗气。说话间，儿子的车开了过来，他看看儿子，对我道：阿姨，我家就在附近，能让有康哥送一下我吗？我点头，他面露喜色上了车。看到儿子阴沉的脸，他小心翼翼的道：有康哥，娜娜的脾气就是这样，过2天就好了。她真是不知足，有你这么好的老公，还在那作妖。儿子的脸色有了点缓和：小柳，我对娜娜有多好，你是看在眼里的，可我就搞不懂了，她为什么要闹成这样？小柳附和着：是啊，你妈对她那么大方，月子中心早就定好了，要是别的女人，不得开心死啊。儿子的眉头完全舒展开来：就是，我真的觉得她就像吃错药了一样。小柳悠悠叹了口气：哎，她呀，还不是太专情了，心里总忘不了那个周。话未说完，他又夸张的捂住了嘴：不是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儿子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一抖：周什么？你快说啊。小柳低下头，支支吾吾的：有康哥，你可千万别告诉娜娜是我说的啊，你对娜娜那么好，我也不忍心再帮她瞒着你了。儿子急急的追问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柳轻声道：就是她的前男友周永江，娜娜妈嫌他穷，死活不同意他们在一起。娜娜跟你恋爱以后，还经常跟他偷偷见面，在你们婚礼的前2天，他们还……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儿子的身子已经在微微发抖，怒火显然烧到了他的头顶，吼道：还什么？快说呀！小柳鼓足勇气，索性摊牌：他们开了房，周永江还在他的哥们圈里吹嘘说睡了有钱人的新娘崔娜。儿子气得脖子上的青筋都爆了，咬牙切齿：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我见状，忙对着小柳轻声呵斥：小柳，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说。小柳却急了：我忽一眼瞟到儿子暴怒的神情，吓得把后面的话憋了回去：有康哥，你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，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。儿子没再说话，可我知道他的内心已经翻江倒海。车里沉默的可怕，好不容易到了小柳下车的地方，临下车前，他又对着儿子深情的道：有康哥，你这么好的男人，应该配那种对你一心一意的女人的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不由得对儿子道：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小柳怪怪的？儿子经我这么一提醒，也想起来了，是有点，他经常来我们家玩，表面上看跟娜娜关系很好，但私下里却总跟我套近乎。我估计她就是娜娜帖子下面评论里的那个闺蜜。儿子一愣：啊，不会吧？她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嫉妒，可怕的嫉妒啊，足以让人面目全非。儿媳删除了帖子，把账号都注销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她没有和我再有任何联系。
我自然也不会去联系他。儿子有时候会回来看我们，言谈之间也尽量不去提他，但眉宇间的那股怒气似乎越来越重。接下来的日子看似风平浪静，却又平静的让人觉得可怕，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。直到出月子这天，亲家母给我打了电话。亲家母，今天娜娜出月子了，这孩子啊，心直口快的，你别和他一般见识。孩子改名的事儿，我这2天就去办。你看，今天来接他。我问有康呢，他没去吗？亲家母，哎，别提了，有康这些天都来得很少，一来就沉着个脸，娜娜都哭了好几回了。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不想搞太僵，既然亲家母都开口了，我还是决定去一下。我和老公一起到了月子中心，儿媳和亲家母正在收拾东西，看到我们，亲家母忙上来热情的打招呼，儿媳对着老公喊了声爸，对我仍是视若空气，更别提喊妈了。我也懒得计较，只是和几个医护人员寒暄着，和老公一起逗逗宝宝，等着儿媳两母女收拾东西。儿媳时不时的朝门口张望着，估计是在等儿子。亲家母忍不住抱怨道，有看这孩子啷个回事？今天带宝宝回家，他啷个还不来？我随口应道，可能是今天公司有点忙吧。儿媳冷不丁就接上了话，没好气的道，忙，工作有孩子重要吗？一个声音在门口响起，工作自然是比你的孩子重要。正是儿子，他的脸色阴沉的可怕。儿媳以为他还在为孩子姓崔的事儿在说气话，忙迎上去挽住他的手，有康，明天我就让妈把孩子的名字改过来。儿子狠狠一把甩开他，把他甩了个踉跄，咬牙切齿道，我们陈家才不要这个野种。什么？我和老公瞪圆了眼睛，儿媳羞怒交加，陈有康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亲家母也跟着斥责，有康，你别侮辱人。儿子的眼里似乎要喷出火来，扬手就给了他重重一耳光。崔娜，你个贱人！儿媳被他打得眼冒金星，脸瞬间红肿起来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没想到一向温顺的儿子发起火来，竟然有这么大的威力。亲家母大声尖嚎起来，好你个陈有康，娜娜刚生下孩子，你竟然敢打他，我跟你拼了！说完就对着儿子冲过去，儿媳也就视倒在地上大哭起来。儿子掏出一张纸，对着亲家母扔过去，好好看看吧，你女儿干的丑事。亲家母打开一看，瞬间脸色惨白，刚才的满身斗志陡然散尽。儿媳抢过他手上的纸，顿时如遭雷击，拼命摇着头，不，这不可能。原来那是一纸亲子鉴定书，孩子根本就不是儿子的。儿媳惊慌失措地爬到儿子脚边，抱住他的大腿，有康，你听我说，这绝对是假的，你再验一次好吗？这不可能的。儿子的拳头捏得咯咯响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婚礼前2天跟那个姓周的在哪里开房我都知道了，你还敢不承认？接着他又掏出手机伸到儿媳面前，看，这还有你跟他当天的照片，人家都发到兄弟群炫耀了，你这个蠢猪，贱人！儿媳看到照片瘫倒在地，周永江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明明那天我是做了错事的，我和老公面面相觑，大脑一下都快唾机了，完全接受不了这么多炸裂的信息。儿媳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是谁告诉你的？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？儿子冷笑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儿媳泪流满面，紧紧地抱住他的大腿，老公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婚后就没和他在一起过了，真的，你原谅我好吗？又爬到我和老公脚下，仰着一张泪脸，爸妈，求你们，劝有康，我不想这个家散啊。我和老公都冷冷地看着他，儿子一字一句地对他道，离婚，必须离婚，而且你还要返还我家给的彩礼、首饰，1分1件都不能少，否则我就要向法院起诉，到时候我看你丢不丢得起那个脸。亲家母一听急了，彩礼，那我们都已经为儿子结婚花了呀。我不管。儿子大声朝他吼道，2个星期之内你们不还的话，我就起诉，到时候还要你们赔偿我精神损失费50万。这1年来我待他如珠如宝，我爸妈给他买着买呢，现在只要你们返还彩礼已经是够仁慈了，你们别个脸不要脸。说完对着我和老公道，爸妈，我们回家。又看向趴在地上的儿媳，你该回哪去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个贱人。我们走出了房间，身后传来了儿媳撕心裂肺的哭声。1个月后，儿子领到了离婚证，彩礼首饰也都悉数追回。听说崔娜离婚后去找周永江，那男人一见她带着孩子来找自己，只胡乱应付了几句，第2天就不知所踪。崔娜只得带孩子住到娘家，成天还得看哥嫂的脸色。就在儿子的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些，把精力完全投入到了工作之中的时候，那个小柳竟然对他发起了猛烈的追求。儿子对他无意，
只是各种拒绝、推辞、躲避，但小柳似乎志在必得，攻势越来越猛，竟然追到我们公司楼下，开启了鲜花求爱模式。那天我刚好去公司探班，走到公司门口，正好看到小柳，她订了299朵玫瑰，在公司门口的草坪上摆出一个爱心的形状，然后站在爱心中央，用双手卷成话筒状，对着儿子的办公室方向喊着陈有康，我爱你。这架势很快吸引了不少员工，大家都从窗户探头出来往下看，更有好事者跑到草坪来围观，并且跟着一起起哄。陈少，答应他，答应他。我微微摇头，这个女人啊，她哪里知道今天儿子出去开会了，根本就不在办公室。正当大家起哄的来劲的时候，突然人群中冲出一个女人，对着小柳就是几耳光。贱人，原来是你，是你害得我离婚的。那女人正是儿媳，不，崔娜。小柳猛然被打懵了，定睛一看，是她，不由得反唇相讥。你自己做了不要脸的事，还怪上我了？崔娜全然没有了往日的风采，此时她头发散乱，猛烈地摇晃着小柳的肩膀，神色几近疯狂。是你想抢我男人，故意告诉他那些，对不对？小柳挣脱他，退后几步。你已经和他离婚了，我有追求他的权利。崔娜又张牙舞爪地扑了上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害我？小柳捉住他扬起的巴掌，狠狠地扇回去几个耳光。为什么？我哪里比不上你？凭什么你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他们的爱，脚踏两只船，还可以风风光光的嫁给有钱人？他嗤笑。谁让你蠢？那么好的公婆，老公，你不懂珍惜，还一个劲的作妖。崔娜气得发狂，她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水果刀，对着小柳就是一阵乱捅。我让你害我，你去死吧，贱人，贱人！眼见着鲜血从小柳身上喷溅出来，她张着嘴，叫都叫不出来，就直直地躺在了地上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直到有人拨打了110、120，警车和救护车呼啸着而来。崔娜疯狂地大笑着，被警察押上警车的那一刻，她一转头，突然看到了人群中的我，她咧咧嘴，想笑，却终于哭了。